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赴山海结局，李晨舟、赵诗荣相拥而逝，萧秋水身死，萧明明逝去。李晨舟抱着赵诗荣逐渐冰冷的身体，在漫天大雪里轻笑一声：“人生啊，真是寂寞如雪。”我盯着屏幕愣是5分钟，没缓过神来。这编剧是不是跟观众有仇啊？开局一群人，结局一堆坟，这话真是一点不掺水。你见过哪部剧敢让正方主角团几乎全员领盒饭的？萧秋水耗尽元气，经脉受损而死。现代世界的萧明明在病床心脏停跳，李晨舟毒发加重伤，抱着爱人遗体雪中殉情。连燕狂徒这种顶级高手都被西干内力惨死牢房。最绝的是浣花萧家灭门之后，3个子女全灭，直接绝后了啊！穿书设定这次玩脱了。萧明明原本以为拿的是爽文剧本，结果魔点系统把他外挂全没收了。更惨的是穿越成反派的师兄李楠，在现代世界盗取机密，在书里变成萧开燕杀父母灭满门。最后被忘情天书第15层反杀时，还在纠结友情和忘情的区别。这哪是穿书旅游，分明是送人头吧！全力帮洗白戏码，简直颠覆武侠套路。李晨舟这个被江湖骂了30多集的大反派，临死前才被揭老底，人家铲除的都是通敌卖国贼，皇帝还天天给他赐毒酒，这亲王当的比窦娥还冤。最讽刺的是名门正派呢，唐门杀血亲，峨眉争利益，大哥萧一人无能狂怒，合着全员恶人设定啊！忘情天书的代价太狠了。萧秋水以为练到顶层能秒天秒的，结果系统提示技能消耗，生命值。庆功宴上众人喝酒狂欢，他默默掉酒壶的镜头绝了，所以武侠世界也讲究能量守恒是吧？放大招必须献祭寿命，打戏倒是真没糊弄。诚意的托马斯全旋和空中一字马，据说都是真上。竹林对决那段4人站位像舞蹈一样流畅，但武打再帅也扛不住剧情刀片啊！周深片尾曲一响就知道又要死人了，这条件反射都快被练出来了。现在想想，最冤的是燕狂徒。刚和失散20多年的妹妹萧雪瑜相认，2人就前后脚被萧开燕弄死。张智霖演的狂人临死前还念叨真理用拳头打出来，结果拳头没干过穿越者的系统外挂，这江湖黑科技是不是太超标了？柳随风和宋明珠倒是溜得快，赎最后直接隐退江湖，成了全剧唯一善终的 CP。但观众不买账啊！谭木全是凭什么反派能活，主角必须死？所以到底什么是侠义？是萧秋水从狗铸就航道扛起神州结义的转变？是李晨舟被毒酒贯穿肠海想着救吴将军的执念？还是萧明明现代县里同学守着病床说李楠间谍罪已定时的那点欣慰？最细思极恐的是结局留白。萧明明断气后，镜头切回古代，白衣萧秋水转身消失在山海之间，这算开放式结局吗？要我说，就是编剧怕被观众记刀片，故意留的后路。毕竟谁敢做10穿越侠客2世皆死的终极 BE 啊？但你说他烂尾吧，仙人关大战那段又确实燃炸。武林群侠帮边关将士守国门，吴将军喊随老夫杀出城外时，谭木全是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可转头就给你看主角团尸体凉透，这情绪过山车是不是玩得太刺激了？现在争议最大的是穿书设定到底必不必备？有人觉得现代思维碰撞江湖规矩很妙，比如萧秋水用光影和狱警家人，也有人骂魔点系统破坏武侠纯粹性。但说真的，没这个设定，温瑞安原著里萧秋水20岁称霸江湖的剧情，放现在看真的不会被嘲龙傲天吗？对了，你们发现没？李晨舟和赵诗荣殉情时的大雪，
与萧秋水庆功宴上跌落的酒壶，两个意象居然隔空呼应了。所以寂寞如雪说的不仅是爱情，更是侠者终局的彻骨含义吧。但我就想问，当侠义精神必须用全员牺牲来证明时，这种沉重代价真的符合当代人的价值观吗？毕竟现实中可没有能重开的穿越系统啊。傅山海个人物大结局，浮生若梦为之痴狂。开通了大结局的点播，这部剧终于是更新完了，可是看到大结局居然有点遗憾。果然现在的电视剧都逃不开悲情的结局，七美武学也是被描述到了极致。剧中的很多人都不想他们死，但是到了最后他们都死了，果然是人生寂寞如雪啊。萧逸人被萧开燕打死，他知道看到千人面之下的面孔，才相信自己三弟萧秋水说的话，他就是杀死父母的罪魁祸首。虽然他上前捅了自己二弟一剑，但是并没有对他造成太大的伤害，反而被他一掌拍死了。萧雪瑜被萧开燕杀死，不得不说萧开燕真的是禽兽不如，自己一起长大的亲姐姐居然也下得去手。萧雪瑜假装要嫁给他，其实想要杀死他，并且夺回他手中的天下英雄令，可是没有想到还是被反杀。萧秋水赶来的时候，一切都太迟了，他刚和自己的亲哥哥相认就死了。李晨舟和赵诗荣双双死去，果然最后李晨舟还是没有逃掉死亡的结局，生在帝王家，却没有帝王的心狠手辣，被兄弟毒死或许就是他的命运。赵诗荣和他一起闯荡江湖，当他被坏人围攻的时候，李晨舟赶来已经无能为力了。最终他们相拥而死，悲情满满。萧开燕终究被打败，他不可一世地觉得自己可以一统江湖，可以打造自己的丰功伟业，但是却是个卖国贼。他和北荒勾结，行不轨之事，终究还是邪不胜正，成为了自己弟弟的手下败家。萧秋水居然死了，他使用了忘情天书，消耗了自己太多，看到最终打了胜仗，他的终于是放心了。在大家的欢声笑语庆功宴上，他拿着酒坛，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他累了，好像也睡死了。现实世界里的萧明明揭露了李楠的间谍行为，自己也断气了。柳随风和宋明珠终于在一起，或许这是大结局中最后一点糖吧。柳随风终于意识到宋明珠的好，对他也不再那般冷若冰霜。宋明珠的痴情等待终于是有了回忆，他们一起离开了江湖，成为了隐居的神仙侠侣。富山海大结局，李晨舟和赵诗荣逼了。浮生若梦为之痴狂。富山海中李晨舟是除了燕狂徒之外，武功最高的人。他是权力帮的帮助，是先皇的嫡子，也是皇帝最忌惮的人。他淡泊名利，一心只有大西的安稳，但是却没有好的下场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果然好人都命薄，都没有好的结局，都是可怜之人。他在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的时候，想要把自己经营的权力帮交给萧秋水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是个很有能力的后起之辈。李晨舟从小就看惯了皇宫的尔虞我诈，并且深深的厌恶这样的生活。相比起被困在皇宫里整天勾心斗角，他更喜欢游走江湖，快意恩仇。他放弃了尊贵的身份，成了一名江湖中人。可是即便自己已经不再管朝中的事情，还是被有心人利用，成为了被嫉妒的对象。他每一次的进攻都意味着自己要喝下狗皇帝的毒酒，生命就更加受到威胁。所以他的妻子不希望他进宫，因为人的嫉妒心就是个无底洞，皇帝的猜忌之心更是可怕。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可是却被算计，为了国家的安稳，他居然半句怨言都没有，真的是值得所有人敬佩。他的身体已经中毒很深，想着他肯定是会下线的，毕竟他的毒就连非常厉害的药王都是束手无策的。没有想到他的妻子赵诗荣也下线了，
他们终究是死在了一起，也算是死同学了。他唯一在乎的人也为了大西死了，他唯一活着的希望也破灭了。难怪他说人生真的是寂寞如雪。本来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归隐山林的，可是最终迎来了都双双死去的大结局。哎，真搞不懂李晨舟为什么不把没脑子的皇帝杀死，自己取而代之。他明明有更好的选择，却选了一条让自己下线的道路。